欢迎来到易经名句英文在线，我是易语英华，你们的易经名句解读者。今天我们要解读的名句是含章可贞，祸从王室，无成有终。这句来自坤卦六三爻的经典语录，究竟蕴藏着什么样的深邃含义呢？让我们一起揭开它的神秘面纱，深入探讨其中的智慧光芒。首先，我们先来理解这段话中每个字的意义及其背后的哲学内涵。含字意指包容、内藏、潜藏，着重内敛而不张扬的特质。它不仅是单纯的内藏，更是一种涵养、积累的过程，如同大地孕育万物，默默滋养而不显山露水。六三爻处于下卦坤的顶端，阴气渐盛，此时更适宜韬光养晦，深藏不露。含也代表一种谦逊的态度，不恃才傲物，而是虚心学习，不断充实自我，体现了坤卦厚德载物的精神。而厚德的养成便在于含的积累。章字原意为华美的纹饰，后引申为高尚的品德、卓越的才华、处事的原则与规范等。含章并用，描绘了一个人怀抱美好的德行或才能，却不急于展现，不轻易外露，如同宝玉藏于朴实之中，虽未经雕琢，却蕴含无比的价值。含章也暗示着，真正的价值不在于外在的炫耀，而在于内在的充实。可字表达可行、能够、适宜、值得之意，在此表示含章的行为是正确且值得的。在坤卦六三爻的位置，阴气渐盛，若不内敛自持，则容易招致祸端。可字肯定了含章的必要性和正确性，提醒我们在这个阶段，韬光养晦是明智之举。贞字则蕴含正直、坚守正道的意涵，也可延伸为一种恒长的德性。可贞合起来阐明，涵养美德与才能是一种值得我们恒久守持的品格，此种内在的修为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坤卦六三爻含章可贞提醒我们，涵养美德、积累才华是值得我们恒久坚守的正确道路。这种内在的修为不会因为外在环境的变化而动摇，而是始终如一，历久弥坚。或字带有或许、有时、可能的意味，从字指涉追随、参与、投身、效力等，在此表示若有机会参与重要的事业或承担重任，应当尽心尽力，忠于职守。王室字面意义为君王所掌理的国事，引申为重要的公务、职责或使命。因此，王室不仅指朝廷的政事，更广泛地指一切重要的事业和责任。或字表示参与王室并非必然，而是一种可能性。或从王室结合来看，即是指或有机会参与重要的公务或肩负重任，例如为国效力、辅佐君王、服务大众、贡献社会等。无字意味没有，成字意指成就、功绩、建树。坤卦六三爻的无成表面看来是没有成就，但更深层的意涵在于不汲汲营营于外在的声名与功绩，不刻意追求外在的名利和成就。真正的成就不在于表面的光环，而在于过程的正确和结果的圆满。无成也体现了一种谦逊的姿态，不居功自傲，而是默默奉献。有字意为存在，终字则有终结、结果、归宿之意。有终意指有良好的结果，或许可诠释为始终如一，坚守本心，最终达成圆满的境界。无成有终结合来看，即使过程中没有显赫的成就，只要始终坚持正确的道路，最终也能获得圆满的结果。这段话旨在教导我们不应只看重表面的成就，更应注重过程的正确与结果的圆满。当我们说含章可贞，祸从王室，无成有终，这句话不仅是在描写一种理想的人生态度，也包含了坤卦六三爻的深刻哲学意涵。整句话的意思是，一个人若能内敛美德和才能，保持正直的品格，便可以承担重要的责任。即使看似没有显赫的功绩，
最终仍能收获一个圆满的结果。坤卦六三爻的位置介于不高不低，正如人生中那些承担重要责任但不居于显赫地位的人，他们的价值不在于耀眼的成就，而在于默默付出，稳步前行。祸从王室，无成有终进一步强调，即使过程中没有显赫的功绩，但只要坚守品格，忠于职责，最终仍能获得圆满的结果。我们精心准备了4个不同的英文翻译，来探索这句源自易经的古老智慧，含章可贞，祸从王室，无成有终。每一个翻译都以不同的角度呈现，试图展现其内在的深意。第一个翻译 Containing inner worth, one may be persevering, perhaps engaging in royal affairs. Without personal achievement, there is a completion. 这个翻译力求贴近原文的字面意义，着重呈现含章可贞，祸从王室，无成有终的基本架构。让我们逐句来分析。首先，含章翻译为 containing inner worth， 意指蕴含内在价值。此处的焦点落在章的内在性，而非其外显的文采或才华。worth 这个词语范围较广，涵盖了内在的品质、重要性以及潜在的价值，初步捕捉了章的意涵。然而，相较于其他更具体的翻译，例如美德 virtue、才能 talent、worth 就显得较为抽象，未能完全展现章的多重面相。接着，可贞译为 one may be persevering， 意味可以坚守。此处着重于真的坚定不移， persevering 强调的是持续的努力和坚持，凸显了行动上的恒长。这个翻译简洁明了地表达了真的其中一个重要面向，即坚守正道。祸从王室意为 perhaps engaging in royal affairs， 意思是说或许参与王室事务。engaging in 的使用比单纯的 following 更能传达主动参与的意味。royal affairs 则直接对应王室，字面意思是王室的事务。然而，这也是这个翻译版本较为受限之处。王室在易经的语境中，不仅只涉君王或王室的私事，更重要的是引申为重要的公务、国家大事，乃至于具有深远意义的事业。因此，单用 royal affairs 来翻译，容易使人将其局限于宫廷或王室的狭隘范围，未能充分展现王室的广度和深度，以及其所蕴含的社会责任和公共性。最后，无成有终翻译为 without personal achievement, there is a completion。此处使用 personal achievement， 旨在强调成并非泛指所有成就，而是特指个人的功名利禄等外在的成就，或是物质性的成就。completion 则强调事情的完成和结束，是一个中性的词汇，没有特别强调圆满或好的结果。第二个翻译 Holding inner qualities and virtues, one can be steadfast, possibly participating in affairs of the ruler. Without seeking personal gain, there is an ultimate conclusion. 这个翻译同样力求贴近原文，但在用字上较前译版本更为精确，也试图更完整地呈现原文的意涵。接下来，我们逐句来分析。首先，含章翻译为 holding inner qualities and virtues， 意思是怀抱内在特质与美德。此处的翻译比前译版本更为丰富，它并未使用较为笼统的 worth 价值，而是将章拆解为 qualities 特质和 virtues 美德两个词来表达。qualities 强调内在的禀赋、素质，而 virtues 则侧重于道德上的优良品质。这样的翻译方式更全面地涵盖了章的多重意涵，既包括了才能、才华等天赋，也包含了德性、品格等后天修养。相较于单用 worth， 此处的翻译更为精准，更能展现章的丰富性。接着，可真译为 one can be steadfast， 意思是说可以坚定。此处与前译版本的 one may be persevering 略有不同。steadfast 比 persevering 更强调内心的坚定、毫不动摇的状态，
而非仅仅是行动上的持续努力。Steadfast 更着重于内在的意志和信念，更能体现真的坚守、坚定之意。这个翻译选择在表达真的意涵上更为精准。或从王室翻译为 possibly participating in affairs of the ruler， 意思是可能参与统治者的事务。Participating in 比前一版本的 engaging in 更强调主动参与，而非仅仅是投入或从事。而 affairs of the ruler 则比 royal affairs 更为精确地指涉统治者的事务，避免了将王室局限于王室私事的狭隘理解，更能贴近王室作为公务、国家大事的引申义。这个翻译选择有效地扩展了王室的意涵，使其更符合易经的语境。最后，无成有终译为 without seeking personal gain, there is an ultimate conclusion， 意思是说不追求个人利益，且会有一个最终的结论。Without seeking personal gain 比前一版本的 without personal achievement 更为精确地表达了无成的意涵。它不仅仅是不追求外在的功名成就，更强调是不以个人利益为出发点，而是以更宏大的目标或公众福祉为考量。而 ultimate conclusion 则比 completion 更强调最终的总体的结果，带有一种更完整、更具决定性的意味，更能体现有中的善始善终之意。第三个翻译 harboring virtue within, one can remain steadfast. Perhaps taking on noble endeavors, success is not immediate, but fulfillment comes in the end. 这个翻译版本相较于前两个版本更偏向意义，着重于传达爻辞的整体意境和哲学内涵，而非字字对应。以下我们来逐句分析。首先，韩章翻译为 harboring virtue within， 意为内藏美德。Harboring 这个词带有珍藏、守护的意味，强调将美德谨慎地保存在内心，不轻易外露。而 virtue 则直接将章译为美德，凸显了其道德层面的意涵。这个翻译着重于内在的道德修养，而非才华或能力，略微限制缩小了章的广泛性。虽然章可以指美德，但它也包含才华、文采等更广泛的意涵。接着，可真翻译为 one can remain steadfast， 意思是说可以保持坚定。remain steadfast 强调持续保持坚定的状态，与前一个版本的 one can be steadfast 意思相近，都着重于内心的坚定和不移。这个翻译准确地传达了真的坚守之意。或从王室翻译为 perhaps taking on noble endeavors， 意为或许承担高尚的事业。taking on 强调主动承担，与前两个版本的 engaging in 和 participating in 意思相近，都表达了积极参与的意涵。noble endeavors 将王室诠释为高尚的事业，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意义。它并未直接对应王或王室，而是将其提升到更抽象的层面，强调事业的崇高和意义。这个翻译扩展了王室的意涵，使其更具普遍性，不再局限于古代的君王或朝廷的意思，而是可以指任何具有高尚目标和社会价值的事业。最后，无成有终翻译为 Success is not immediate, but fulfillment comes in the end， 意思是说成功不会立即到来，但最终会有成就感。这个翻译是对无成有终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诠释。Success is not immediate 解释了无成只是不求速成，而非完全没有成就。Fulfillment comes in the end 则将有终诠释为最终的成就感，强调内在的满足和圆满。这个翻译并未直接对应完成或结束，而是更侧重于结果带来的内心成就感的感受。第四个翻译 With virtue quietly preserved and integrity upheld, one may align with great causes. Even without visible achievements, the process will bring a meaningful end. 这个翻译版本与前一个版本类似，都偏向采用意义方式，但更着重于表达道德层面和过程的意义。接下来我们来逐句分析。首先，韩章翻译为 with virtue quietly preserved， 意思是说内敛地保存美德。virtue 直接将章译为美德，与前一版本相同，
凸显了道德层面的意涵，同样略微限缩了章的广泛性。Quietly preserved 强调静静的不张扬的保存，更具体地描绘了函的状态，强调内敛和低调。接着，可真翻译为 integrity upheld， 意为维护正直。integrity 将真译为正直诚信，强调道德上的完整和坚守原则。upheld 强调维护坚持的意思，与前几个版本的 steadfast 和 persevering 意思相近，都表达了坚守不移的意涵。这个翻译着重于道德层面的坚守，而非单纯行动上的坚持。或从王室翻译为 One may align with great causes， 意思是说可以参与伟大的事业。Align with 强调与什么保持一致，或是与什么结盟，暗示了参与是基于共同的目标和价值观。Great causes 将王室诠释为伟大的事业，与前一版本的 Noble endeavors 意思相近，都强调事业的宏大和意义，同样是比较明显的意义方式，扩展了王室的意涵，使其更具普遍性。最后，无成有终翻译为 Even without visible achievements, the process will bring a meaningful end. 意思是说，即使没有明显的成就，这个过程也会带来有意义的结局。Even without visible achievement 解释了无成是没有明显的可见的成果，而非完全没有任何成就。The process will bring a meaningful end 则将有终诠释为过程本身会带来有意义的结局，强调过程的价值，而非仅仅是结果的完成或圆满。这4个翻译版本各自从不同的角度诠释了坤卦六三爻含章可贞，或从王室无成有终的丰富内涵。第一个翻译 Containing inner worth, one may be persevering, perhaps engaging in royal affairs. Without personal achievement, there is a completion. 第二个翻译 Holding inner qualities virtues, one can be steadfast, possibly participating in affairs of the ruler. Without seeking personal gain, there is an ultimate conclusion. 第三个翻译 Harboring virtue within, one can remain steadfast. Perhaps taking on noble endeavors, success is not immediate, but fulfillment comes in the end. 第四个翻译 With virtue quietly preserved and integrity upheld, one may align with great causes. Even without visible achievements, the process will bring a meaningful end. 大家觉得哪一个翻译更贴近原文的精神呢？或者您有更好的翻译建议？欢迎大家在留言区分享自己的想法，我们可以一起探讨如何最好地再现这句经典名句的智慧。如果你对易经名句的英文翻译有兴趣，欢迎在留言区分享你的译文。不论你是翻译新手还是老手，都可以展现你的创意与见解。我们会从留言区中选出精彩的译文，并邀请易语英华老师为大家点评，指出亮点与潜力，帮助你更深入掌握经文的精髓。这是个难得的互动学习机会，让我们在交流中彼此启发，共同成长。快来挑战自己，用英文诠释易经的智慧，我们期待看到你的精彩译文。